Hello，朋友们好，我是茉莉。前面看过我装修视频的朋友，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木质的呢？住起来舒服吗？耐用吗？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话题。美国的木屋是木头框架结构，简单的看起来让人有点担心。看，就这么几根木方就能组成一堵墙，感觉找一个大个子来一脚就能踹飞了。其实我对木屋是不陌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周围的森林资源也比较丰富，村民们的家家户户都是住的2层的木头房子。那种木头房子呢，是用那个木的圆柱搭成框架，然后上面再加上大梁，再盖上瓦片，然后四周呢就是用木板来做墙壁。讲究一点的还会在地上铺上木地板，那种木地板不是今天我们这种经过加工的木地板，而是完完全全的原木的地板。记得每逢谁家的新房子架房梁，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叫上梁。然后呢，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主人家啊，为了求一个好彩头，会有一个仪式。在仪式上呢，主人家会在房顶上往下面撒硬币呀、糍粑呀、糖果呀，然后我们小孩子呢就挤在那看着那个主人的手，然后他手一挥，我们马上就扑出去，就可以抢到一点钱。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抢1-2分钱，抢几个糖果，抢几个糍粑，所以特别开心。在那个时候，我呢大概在我们家的木房子里住到10岁，然后我父亲呢到县城去工作了，然后我就跟着我父亲一起搬到县城，然后就搬进了砖房里边。从此之后我就一直住的是砖房。然后到了80年代之后呢，陆陆续续的我们村的那些村民啊，也陆陆续续的盖了新的瓦房，都搬进了砖瓦房，然后后面又升级成钢筋水泥的房子，然后那些木头房子慢慢就消失了。我们家的老房子呢，也是早就已经拆除掉了，因为你没有维护它的话，它就会倒塌，所以呢就早就把它拆了。这样木屋在我的心中就只是一个记忆了，直到我搬到美国来之后，才又重新有了住木屋的机会。然后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在生活变得富裕之后，就慢慢的搬进了砖瓦房、钢筋水泥房，而美国人200多年来一直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住的都是木屋呢？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为什么美国人民有95%的人还住在木头房子里呢？为什么美国人不住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钢筋水泥房子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原因。其实美国的木头房子和我们小时候住的木头房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是纯粹的木屋，而美国的木质房子呀，实际上使用的是混合材料，是结构木质。房子的框架是用木头搭建而成的，然后再用耐火的石膏板装修而成。那这样的木质结构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点呢？首先是成本低，木质结构的房屋在美国相对来说成本更低，因为美国的森林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比用钢筋水泥成本反而更低。而中国相对来说森林资源要少一些，木头的价格就比较贵，而且由于中国大规模生产这个钢筋水泥，所以钢筋水泥的价格也比较便宜。这样呢，就是住钢筋水泥的房子反而更加合算，更加成本低一些。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实木家具啊，包括阳台上的栏杆啊，那些木头做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而且觉得应该是比较昂贵、比较高大上的。可是美国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觉得呀，玻璃做的桌子、玻璃做的栏杆更漂亮，而且比木头的更贵。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在中国呀，实木的家具可比玻璃的家具要贵多了呀。真是应了一句话，物以稀为贵，市场规律不得不服呀。第二点就是木质结构房屋结构稳定，抗震能力强，有利于抗震。美国地震勘探局2015年发布的地震杂志的研究表明，美国有48个州，近一半的国土处在地震风险区，有约 1.43 亿人工作和学习在潜在的地震风险区。木质房屋自身结构重量轻，
吸收重力少。另一方面，木结构韧性大，有很强的弹性回复性。当受到瞬间冲击和周期性破坏，即使主体结构和地基发生错位，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弹性来复位，而不至于全部坍塌。这样压死人的可能性就比砖瓦房、钢筋水泥房要小。在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中，木质结构的房一般都是变形，而不是倒塌。即使在强力推动下被抛离了数米，甚至抛离了地基，仍然没有散架。由此可以说明木结构的房子对地震有它的优越性。美国也曾经用过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但是在经过一次大地震之后，这个在震后救灾的过程中，推土机根本无法开进废墟里面去抢救人，所以后来就立法规定5层以上的房子必须是钢筋混凝土的，而5层以下的房子就必须是木质的。也有的房子的外表装修的像是钢筋水泥土的，实际上内部还是木质结构的。日本政府在神户大地震之后明令规定，所有的民用住宅必须使用北美的这种木质别墅的结构，所以我们现在去日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木房子。第3点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就是这种美式的木质结构建筑是所有建筑中最经久耐用的一种。美国人采用木质结构的房屋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美国地广人稀，建国200多年来一直都是使用的木质的房屋，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套标准，一套规范。从木材的种植、砍伐、处理到房屋建设的木头的规格都有法令明确的规定，这样呢，这个工人只要敲敲打打钉钉就可以了，这样房屋的质量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证。比如说木材的处理法，一般来说，当木材里边的含水量小于19%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虫子就不能存活。但是美国的木材呢，它的基本含水量是17%，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防止这个虫子，比如说白蚁。而且他们在地基处使用防腐材料、挡虫网、喷洒药物等方式来防止白蚁的入侵。这种方式又延长了房子的寿命，所以在美国呀，100年老屋真的不少见。中间当然还是需要整修的，但是其寿命之长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其实大家熟知的像北京故宫这样的建筑也是木结构的房子，虽然历经了几百年了，中间也经过了修葺，但是还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由此可见木结构的建筑的寿命真的是很长，所以美国人他们也不介意买这种二手房，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房子还在使用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人也逐渐利用高科技来完善建筑和装修的需求，来形成最适合美国的这种建筑的方式。而且装修和维护都比较容易，不管是管道啊、水电啊，还是空调的安装和维护，都比钢筋水泥的房子要容易操作。最后一点就是木结构的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居住起来非常的舒适，而且私密性好。木结构房屋由于采用了结构上的全封闭的耐火石膏板装修而成，所以它的耐火能力比较强。而且木材是热的不良导体，在同样的厚度下，木材的隔热值比砖墙要高3倍，比标准的混凝土高16倍，比钢要高400倍，比铝要高1600倍。这样就使得木结构房屋受外界温度影响比较小，所以这个木结构的房屋就像一座天然的空气调节器，住在木房子里面你会感觉到冬暖夏凉，非常的舒服。同时木材也是很好的电绝缘体，具有低传导性，同时隔音的效果也挺好的。而且木质房子空间大，木质房子主要是使用板墙来建设的，很少使用大柱子大梁，所以同样面积的木质房屋比钢筋混凝土的房屋住起来空间要大。好了，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木质房屋的4个主要的优点。如果您还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补充，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